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哎，让我们请出今天的3对情侣，有请。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张先生，44岁，来自天津，心理咨询师；小娜，39岁，来自河南，待业。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现在怎么看待他？我觉得他现在变心了，眼里没有我，从来看不到我所有的付出。他每天都是疑神疑鬼的，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总是跟我无理取闹。你怎么看待你们这段感情？我认为我付出了很多，我希望我的付出得到回应，最终走向婚姻。我们互相依靠，都为彼此付出了很多，我很珍惜我们的感情。快速的跟你们核对一下背景，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是吧？是。张先生有一个儿子，是吧？对。今年多大？10岁。小娜是有1儿1女，是吧？对，大的13岁了，小的今年10岁。你们的孩子都是你们在抚养，还是对方在抚养？对方抚养我的。也是在我前妻那儿。你们俩认识多久？是在19年认识的。什么时候确定的恋爱关系？21年。什么时候共同经营你们现在的心理工作室？也差不多就是21年吧。就是变成了情侣之后，不仅在感情上面变成了情侣，同时也成为了工作伙伴。是。好，我们了解了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就想知道两位现在究竟面临着怎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最开始认识的时候吧，就是总有聊不完的话，但是现在我总觉得他在敷衍我，对我很冷淡。我几次3番的跟他提出要结婚，他总是有各种理由，说什么时机不到，事业刚起步，各种理由去推脱我，让我觉得在这一段感情里边，我好像抓不住任何东西。我不知道接下来能不能跟他继续下去。是这样，我今天其实不太想来，因为本身大家也知道，我刚才说了，我是做心理咨询工作的。如果以后我的咨客看到你自己家都没有调理好，你怎么给别人做咨询？医者不自医嘛。对呀，这对我的职业生涯是有一定伤害的。所以刚才就像您说的，我后来想明白就是这句话：医不治己。也许今天来呢，通过几位导师的开导、循循善诱，也许能让他转变一些想法，能让我的生活不再每天那么鸡飞狗跳的。小娜，你就觉得他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前啊，他眼里只有我们做什么事都在一块儿，总有唠不完的话。现在随着我们的工作量的增加，来咨询的有男客户就有女客户。其中有个女客户啊，我就觉得他们俩一定关系匪浅。那个女客户总是隔三差五的来咨询完事儿，你该走走啊，还老在这吃饭。然后她每次都说人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让我去跟她做，给人家做好饭了，端上桌了，他俩人坐在那儿聊得火热，就是把我一个人撂在一边儿，说什么话我也插不上嘴。还有那女的啊，给他送礼物，手表、皮带。这能是普通关系吗？他说的这个其实是我一个老大姐，人家比我还大好几岁，但是呢，跟我这做了一段时间咨询以后呢，人觉得很有帮助，所以开始给我介绍了很多他身边的朋友啊、闺蜜，甚至他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就是对我工作室的这个业务是帮助很大的。那后来呢，由于这种关系呢，大家越走越近，所以人家后来再咨询这些事儿，我就说那我就不收您费了。人觉得哎呀，你看我有时还总麻烦你，但是呢你又不收费，所以呢人家找着一个合适的岔口机会，就说哎小张姐看见皮带不错，你穿上肯定精神；哎看见这个手表不错，你戴上肯定适合。可以了，我每次说一声，他都能反驳我好多句，他还跟人家经常微信上聊。这事儿说出来我都觉得可笑。我们俩本来的关系是，他随时可以打开我的手机，进入我的任何社交软件，他对我也是这样的。本来这是一种非常信任的关系，结果有一次他拿我的手机给那个老大姐发了一个信息，弄得我差点是里外不是人。发什么了？问他是不是对我老公有意思，让他以后别来了。因为我在我前一段的感情里边，我经历过类似的事儿。我这事儿我跟他说过，就是我在那段关系里边，我当时都怀孕了，然后有个女的那一天就跑过来跟我说，她跟我前夫两个人关系很亲密，所以说这么多年了，我想起来就难受，我就怕有一天重新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不是不知道他的这个过往，
我也了解他内心有些东西是可能一直没有放得下，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事儿之后，我也没有对他过分的责怪，我尽可能的去跟我那位老大姐解释。但是对于他来说，我是理解他，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他做的一些事情是太过分了，甚至太越界了，甚至利用了我对他的信任。他好像就是只能活在自己的那种需求里头，总觉得好像我的世界里应该只有他一个女人。对我做这工作来说，这是不现实的。行，我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嘛。在其他方面，你觉得还有些什么变化？他以前跟我说，他跟前妻是关系不和，2个人才离的。但是现在他跟他前妻联系挺多的，打电话能打1个小时。说的其实很正常，因为孩子现在10岁左右了，几乎快进入这个青春期或叛逆期了，所以孩子有时候在学校他会比如说跟老师顶嘴了，那他妈呢本来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又是又辅导孩子功课什么的，他难免有时候有情绪崩溃的时候。他唯一能找到说这个孩子的事儿的这个合适的人，应该目前来说只有我。所以他有的时候一聊起孩子的事儿，难免就，尤其女人说话，可能他就是那种意识流的，他说起来就没完了。我也不方便说我随便打断他。他就是过分在乎前妻的感受，就从来不考虑我。以他原来的那个想法，就认为既然离了，老死不相往来，而且最好是一辈子不往来，最好是提起来还得咬牙切齿，好像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关系。我问一下，小娜，你和你的2个孩子呢？你会去接吗？我非常支持他来见孩子、接孩子，但是很遗憾的是，这2、3年了，他连跟孩子打一个视频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是跟前夫断得一干二净。不是他想断，是被断的。对，您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准确。还有什么问题啊？有，我跟他提起来都在一块这么久了，想让他跟我办结婚，就在前几个月吧。我家人也没见过他，我想带他回我老家，也想得到家人的祝福。一路上我就跟他说，我们那边啊风俗可能跟这边不一样，我怎么称呼父母，他就怎么称呼。我说你一定得表现好一点，对吧？我妈当时也挺重视的，还有我哥也都在家，然后又请了长辈叔叔婶婶都在旁边路边等着我们。结果呢，他一下车冲我妈喊老太太，当时把我妈都给气得脸都变色了，在我们那是侮辱的。那我就问的直接嘛，你看得起他父母吗？我没有看不起任何人，但是人家有没有事先告诉您吗？没有说的很明确，他是说你要得叫好听的。那您好听的应该叫什么？我个人理解，老太太就很好听，而且也挺符合我的这个。行，那我们就无话可说嘛，就是认知问题嘛。但是他这事儿啊，一提起来就跟我每次就给我翻腾点这点事儿。那从您常年做这个心理咨询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他这种情绪这么不稳定，甚至有时候我觉得带点攻击性，是什么造成的？多方面原因，一般来说，这是由原生家庭引起的，受原生家庭影响，同时生活的一些重大的刺激和经历，给他带来了某些创伤，也有包括他自己的主体人格的不太完整。我要是你，就不把老婆或者女朋友当案例分析。然后呢？我们家人都对他很友好，我哥呢，当时端了酒过去，你说这个长哥去敬他，还给他端酒，他呢也一点都不给人面子。都喝都不喝，这个咱说实在的，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这杯酒这么大杯的啊，一口杯得3两左右啊，那意思就是让我一口干了跟他。我特意还解释了一下，我说的普通话他应该听懂。我说大哥，实在对不起，我第一天生对酒精比较过敏，第二我有糖尿病，我这喝完了以后可能真受不了，我强忍着，我是举杯，我说行，那我多少抿一口，抿了一小口，我就给撂下了。他大哥那脸还是嘟了跟锅底似的。那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您知道老张确实有糖尿病吗？这个他以前说有时候血糖有点高，但是这2年也都平稳了。他是不能喝酒吗？他跟朋友出去都喝了。我们那阵最多喝点米酒，他搞不清楚酒和酒的区别，他认为酒就是酒。你俩是在一块儿生活工作吗？啥都不知道。所以其实核心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们俩当时怎么能情投意合的走在了一起？最开始我对心理学感兴趣，然后他在这个领域也做了几年了，我就还是我主动加他微信的，然后我就跟他请教问题。后来我觉得他说话很专业，但是我们在一块儿之后不是这样了。天天俩人在一块过日子，你说刚开始他谈恋爱的时候措辞也这么专业和学术化吗？好可怕！我的妈呀，好可怕！我现在快40了，也在一块几年了。我现在我就想跟他赶紧把证给我。来，老张，娶不娶？再等一等，因为第一，现在物质条件什么的也不具备；第二，
我觉得双方在性格某些方面还需要继续磨合磨合。最大的希望是他的情绪能越来越趋于稳定。那您觉得他情绪怎么能稳定下来呢？你就得一个一个的帮他把他原来的那些个心结给他打开呀。就是有些心结您确定能打开吗？比如说您在业务上来了一位大姐，她就觉得这大姐对我男朋友她没心怀好意，您觉得这个心结是在逻辑层面说服可以打开的吗？我个人认为在这方面我没有做什么越界的事。第一，我问心无愧。第二，我也觉得这个不是我能去改变什么的，所以在这个里头需要做的是人格的成长。我只有人格成长了，我自己才能为我的情绪真正负责。这个真的是情深不寿，非要跟惠及必伤结婚。百炼钢能化绕指柔吗？就是如果说您二位要结婚的话，这边百炼钢铁化绕指柔，您期待他这边死水一潭，要变得波澜壮阔，我老觉着不太可能的事儿。小娜，你们俩因为毕竟都是有孩子的嘛，关于孩子的未来有聊过吗？我还是比较传统的，我觉得就是做父母的肯定要为孩子以后考虑嘛，挣的钱给孩子存起来啊，以后孩子要结婚啊。你有在存吗？存的不多。也就是说你在存。老张知道不？我知道。因为这个事儿，反正怎么说呢，也是弄得有点小不愉快啊。因为我个人观点是，儿孙自有儿孙福，不为儿孙做马牛。我对儿女的唯一的义务是要把他健康成长到18岁。那你给你小孩存钱吗？没有。但他每个月都有给孩子抚养费，那是法律规定的。你这么激动的说起来这个事儿，怎么那么气鼓鼓的呀？因为他觉得我有这个法律规定的每月付的抚养费，他那边立了个死期折子，然后把现在咱们每个月能用得到的流动的资金，咔都放在了死期的折子里，根本动不了。一问你，你说10年以后等孩子们来找你的时候，你再给他们。工作室的账谁在管？以前是他管，现在后来我来接管了。股份是怎么分的？股份都是他的。那您是打工吧？也可以这么说。可是钱他拿着呀。因为我发现现在这个账对不上啊，所以我就一问他，我才知道他把这钱每月自己都存在这个一个死期折子里。我觉得你这样干的话，我现在本来这个资金就不是很宽裕，每个钱该用什么我都是有规划的。他是爸爸，我也是妈妈呀，我为什么不能存？可以存，没人说不能存。所以我这么听起来怎么道道曹操都不合呀？是。你们看完之后你们什么感受啊？我就觉得这大哥还算是听这姐姐的话吧，那我男朋友就不听话了，直接就跟我对着干了。我觉得这个姐姐还是挺好的，最主要是她还没有那么强势，我女朋友比她更强势，特别强势。你们勾起了我想听你们的心境。我是听到一笔糊涂账。首先说做公司，你两个既然是合伙做公司，至少公司里边财务应该怎么分配，收入应该怎么分配，你们俩得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吧？没有，因为我就是为了让他安心。您不用安心，反而应该给明确标准，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希望有安排的人，他一旦没有明确标准，他是慌的。你知道他曾经受过伤。那对于受过伤的人，你要给到他明确的东西，他才能更有安全感啊。第二个，我觉得对于您情感来讲，您自己是一笔糊涂账。您到底喜欢的是他的才华，还是到底喜欢的是他这个人？这是两件事情。到底喜欢他这个人只是喜欢，还是您真的觉得他是一个适合您结婚的配偶？这又是两件事情。您全混在一起了，为什么非要找他呀？你跟他在一起，你从来没有感觉过踏实。你除了欣赏他的才华以外，你没有欣赏过他这个人。我再次强调这句话，你欣赏是他的才华，不代表你欣赏是他的这个人。我对一个人的崇拜，不代表这个人我可以跟他走进婚姻。我们可以崇拜无数的人，但无数人不代表就是我们适合的结婚对象。我可以崇拜这个男人，我可以崇拜这个女人，但是这个男人不一定适合跟我结婚。他再优秀，他也不是我的结婚对象啊。他不能跟我柴米油盐啊，他有他的生活标准、价值标准以及他想要寻找什么合伙人的标准。你标准不一样，你干嘛非要别人跟你一模一样呢？好的婚姻不是去改造一个人，我觉得好的婚姻前提是先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人，然后两个人再慢慢的互相去做调整和改变，否则的话这段婚姻就是错误的。你要把你现在这男朋友变成老公的话，你没发现他是一个事事跟你讲道理的人吗？是。你所有的生活需求都会淹没在他的道理当中。你的生活需求是我大哥过来敬你酒，你干了呗。因为我吧其实是有糖尿病的，然后他脸色也不好看，但实际上讲完这道理之后，他平时在家也喝酒。
然后你的生活需求是我要给我自己见不到面的2个宝宝存钱，10年以后他们要来找我呢，这个不是用讲道理来否定的。这件事情，如果你爱他，你帮他就可以了。我能理解，就是一个人的思维模式，但是一个天天跟老婆在各个角落讲道理的老公，你真要吗？不确定了。你痛苦吗？我所有的生活需求将在他的道理面前溃不成军。我这儿的脾气山呼海啸，他自岿然不动，他的道理一套一套的。对，崩溃吗？崩溃！我为这个跟他吵了好几回了，我也那你这个崩溃，吵不过他。我跟你说，你现在跟他崩溃是男女朋友，现在是 today， 就是今天我崩溃。你跟他结了婚就是 future， 就是将来你也会崩溃。你一旦跟他把日子过下去，这种崩溃即 forever。永远 ，today, future and forever 一直在崩溃，干嘛呀？咱们过日子成吗？你都开始转英文了，这把你崩溃成什么样？不是你这事儿，所以就是而且是这样，你觉得你这女朋友，你可以否定她，但是你能通过讲道理泯灭她吗？我见不到我2个孩子，我打算每天替他们存俩钱儿，这是我身为一个见不到宝宝的妈妈正常的人性。你可以都通过道理去粉碎它，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你能泯灭吗？那是母性，只要他那个母性在，这个不满就会一天一天积累，这么多种不满一天一天积累，你觉得这日子往下过痛苦吗？反正不痛快。你们俩既然都不痛快，你们俩凑一块儿耽误什么功夫呢？我是想说，你们俩按说都是2婚，都应该经历过一段感情，你们俩应该比别的人看得更透一些。下一段你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我觉得你俩心里都应该有一个比别人更清楚的一个标准。现在反而我觉得你俩更糊涂了。小娜，你自己想一想，你如果就在这种状态下，你们俩的爱情，不管任何事情，我觉得一个婚姻的破灭，首先是爱情没有了，条件堆积出来的情感，堆积出来的婚姻，一定是不牢靠的。那么好，老张，你能为了小娜，她最在乎的你那个异性朋友，你能为了她不跟异性朋友联系，或者用一种婉转的方式吗？你做不到。我已经够婉转了，我不让人家来了，而且尽可能的只是通过微信来沟通一些事情。我要是你的话，我为了这段爱情，我觉得小娜比他重要，夸我当着他面我就删了。他们2个不具备可比性。你看，道理来了，你现在不会为小娜做一丝一毫的牺牲，你不会。所以你还想得到一个什么完美的情感和更好的家庭呢？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你们俩要好好的想一想，你们俩有没有爱情？小娜，你知道他为什么和你好吗？我他那告诉你啊，一，你崇拜他，业务上你崇拜他呀；二，情感上你依赖他，你没他不行。你今天站在这儿叫的越响，他越知道你对他的依恋是很深的。依赖是很强的，你跑不掉。三，你顺从啊，你虽然声音大，他说的你都做了，钱原来你管的，没有任何过程，人家把钱收走了。你说你多听话，你就是叫的响，什么行动能力都没有。我觉得您有点太先入为主了。我只是说我的感受。那你就有点凭空臆断了。我说给他听的，我说的是我的感受，我没有代替你的感受。但是你把我掺和在进里头说了。那你说说你的主观呢？你要把它磨成什么样子，你才？我没有磨它。你不是刚才说的吗？当然是我在被他磨。那我们中立的来讲一下，你们2人各自对生活的需求，我听起来是不一样的，生活的方式也是特别不同的，磨合的成本和代价，我觉得非常的大。尤其是我看到这个女生啊，快40岁了，在场上那种特别激动又表达不出来这种状态，我认为是不健康、不良好的，至少。那这个成本如果去改变，如果太高、太痛苦，那我觉得不如放松下来，对不对？我们过自己轻松愉快的、独立能够掌握自己人生的生活。女生掌握自己的人生，男生也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走，没毛病，对吧？你认为该怎么去教育你的孩子和你的这个同事或者合伙人怎么去沟通？你可以去掌控人生，掌控你自己的人生，不要去掌控别人的人生。你们要找到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才是好的生活啊！我个人感觉在一起太辛苦，不如分开。我是心理学的东西我都不懂啊，但是我从老百姓的角度琢磨琢磨，就柴米油盐嘛啊，就是八卦之心，柴米油盐，这可以啊，老张，这没问题啊。反正我总体的感觉就是2个人谁都不爱谁。您看这事儿对不对啊？
我明明知道我男朋友有糖尿病，我明明知道我们老家喝酒那喝的就是七荤八素的，把人往死里喝。当我哥站起来的时候，这做妹妹的一把就薅住了哥，哥你别欺负他，我们老张有糖尿病，对，这杯酒妹妹给你喝了，一句，这我觉得这叫爱。老张你觉得呢？接下来我再跟你讲。什么是女人眼中男人对她的爱？小娜一边去。今天我就跟你哥喝死了也得表达我对你的爱意，刚张一杯，扬脖而下。这个在老百姓里面讲，这叫人味儿。没错。我讲老百姓的话，这叫人味儿，是不是人味儿？人是不是得有这味儿？我就说这个，这就是我看到的核心问题就在这儿。为什么他逼婚呢？为什么您下定不了决心娶她呀？确实没法在一个频道上对话。都挺累的，我觉得您说那个磨字说的特别好，互相磨，你磨他，他磨你。这台上那个状态已经看了，就刚才你女朋友上场那个态度，说句实话，这家里要有这么一位，没有男人受得了。是，咔就是火，就起来了，啪起来就说你怎么着了？你看他那个用词，就差骂你了吗？生活里面互相磨，磨到最后一定不是谁把谁磨平了，而是双方棱角越来越尖。没有被人磨平的，只有被日子磨平的。在我看来啊，人食五谷杂粮，人都有情，你绝了情，你就不是人了。不是人，你什么事儿都做不了。所以咱说爱情，就回到爱情的本身体系上来说，你也扪心问问，你还爱不爱小娜？小娜，你也要扪心问问，你对老张还有多少感情？你们把这事儿琢磨清楚了，我相信你们能处理得特好。好吧，谢谢两位，来，我们有请下一对。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冯，23岁，来自河北，职员；小白，23岁，来自河北，学生。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你们谁爱对方更多一点？我们以前分过手。隔了几年重新和好以后，我更珍惜他了。我爱得多，我为了他都和家里闹矛盾了，而他对我的爱就只是动动嘴。你眼中的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他一身反骨，不知好歹，爱沾花惹草，娇生惯养，有优越感，什么事都想让我先低头。一盆温室里的花，和一只喜欢采蜜的小蜜蜂，两位现在究竟面临着怎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我俩也算是之前分开过一段时间，是因为我父母有点不同意，觉得他耽误我学习了。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心里还有对方嘛，就和好了。刚开始因为是失而复得嘛，也可能他就觉得对我可好了，那时候就天天就是对我百依百顺的。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本性暴露了，我感觉他并不珍惜我。然后后来我父母又知道我吃回头草了，然后就了解了一下他的家庭情况，就觉得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就是怕我跟他过得会不幸福，反正就是很反对我跟他在一起。因为又是我父母嘛，我又不好就是反抗他们，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去跟我父母说一下吧。我没有想到他告诉我说什么，哎，家和万事兴，咱再忍忍吧，实在不行咱俩就地下恋。他让我去跟他父母沟通，我一个外人，你说跟他父母沟通，我也说不上什么话。本来他父母就不太喜欢我。那后来，因为我父母会给我安排一些相亲，我没有想到他告诉我说，哎，没事儿，你去相亲吧，我陪着你去。我就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窝囊呢？我要去相亲，他还要陪着我去。主要是我现在这个条件啊什么的呀，也不是很好，也没有太大的能力。我就想着等我挣几年钱，等我有能力了，我再。他万一这几年不顺利呢？你得躲他爹妈躲哪辈子去？所以他就总觉得自己的爱好像很伟大一样。其实在我心里，我觉得他就很窝囊。现在马上就毕业了，然后我会考虑结婚的事情，因为我挺喜欢他的，我就希望他能买个房子，就算是给我父母证明他能给我幸福。我当时也告诉他，你去我爸公司吧，就是在他，因为就慢慢跟着他干嘛，从销售开始干起，就是慢慢熟悉这个业务，以后也可以接手我爸的公司啊，咱这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呀。但是他就是不去，人就是跟我对着干，我就不去，我就觉得这不两全其美的事儿吗？这么好的事儿你咋
不去啊，我不理解。他老是让我想着让我吃他家的软饭一样，跟那种。那你自己这样想，我从来没说过呀。不是你想让他去，你爸想让他去吗？我觉得我可以沟通一下。其实我也有私心的，我也想让他去，然后就跟我父母，就是如果干得好的话，我爸没准就认可他了呢。老张，这就叫爱。抢女儿就算了，不仅抢女儿，我闺女还把我财产暗许给了一个穷小子，家贼难防啊，这是对吧？家贼难防。但是你要说情感上面，你看人姑娘这情感多真挚。但是我听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父母是反对你跟他恋爱的，对吗？对。你有信心让你父母既接受他是你男朋友，之后还接受他去你爸爸的公司上班，是吗？我觉得你在你父母面前是有多任性。我不去，我肯定不能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知进退的好青年，至少你知道这件事儿，你去也没用啊。姑娘接着说，往下说。这样的不行，就不去呗，我也就没再逼他。然后他就通过他学长介绍了去石家庄的一家公司去上班。然后我在家呢，我爸妈还总念叨我，我就心里特别烦，我就想我自己搬出去住吧。然后我爸就是心疼我，就说我给你转5万块钱，你自己买家具啊，就买生活用品什么的。我当时拿到这个钱，我第一想法就是我希望给他一半，就是希望他能来天津这边跟我一起生活，就是咱俩就别异地了呗。我没有想到啊，他冲我说什么你想用这2万5买断我吗？我觉得有点不知好歹了多少，当时真的还是特别生气，我就告诉他了，我说咱俩异地恋早晚就是得出事儿。但后来有个女同事给帮他一个忙，然后呢，那女同事就告诉他说，作为回报，实在不行你给我发张你的自拍吧。我天哪，一个女生给你要自拍，然后你还二话不说给人发过去了，主要是那张自拍还是我俩的合照，他把我给剪下去了。然后我就是挺生气的，我就觉得你是不是跟女同事之间没点分寸？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朋友圈背景必须换成咱俩的合照。我没想到他换了一堆巨丑的照片。我就认为挺好看，就是很丑的，多好看。挺好看是吧？多丑啊！他非说丑，他非说自个儿丑。有特别多我俩之前在海边拍的呀，都特别好看，就是不换，就换了这几张就特别丑的。我当时就真的是气急败坏了。我说以后你跟女同事聊天，你就非必要不能超过3个字。你就说我听没听吧。是听了，但后来呢，回石家庄了之后呢，就开始放飞自我，暴露本性了，开始线上女主播玩游戏，给人刷礼物。我那是看的人家打游戏，又不是说看女主播。那你还给人刷礼物呢？那后来人家游戏打得好，那还陪人家女同事出去夜跑。下了班没啥事我就跑步，碰见一个女同事就跑1次。之前还跟那女同事出去玩呢，还就是故意就是录视频露出人家那个女同事来，就故意让我吃醋。不是，那是我们公司聚会。他们公司有没有哪个女同事给他送过手表和皮带？那肯定没有啊，这我就不知道了，这得问他了。那我也不能收啊呢。为什么不能收啊？那我肯定不能收人。为什么不能收？老张都收了，老张对呀。张大哥可收了。那张大哥不仅收了，张大哥还收的理直气壮。对，那是大哥，我是小弟。小弟还没学会。老张，你听听，人家真是谈恋爱，爱情，这就是爱情。好，接着说。哎呦，说起后边那个事儿，我更生气了。我之前就是去他家玩嘛，就是无意中在他家抽屉里发现了他前女友的手链，他还留着呢。我那是忘丢了，他给翻出来了。这能忍吗？本来他就有前科，就是女同事那事儿，我就很生气。然后现在又发现了前女友的手链，我就说把你手机拿过来我看看。然后我就看他手机，前女友的微信还没删呢。那你留着你前女友微信是怎么回事？就方便以后你俩好好联系呗。我就寻思买卖不成仁义在嘛。为啥给非分手了非得删好友呢？因为之前那个事儿确实我一直心里挺在意的，因为给女同事发自拍嘛，我就会想他是不是给他前女友也发自拍了。我肯定没有啊！我天，老师，你是没想到他怎么解决？他把他前女友给叫来了。当时前女友就站在我面前就说：“我俩分开之后再也没有联系过。我也知道你俩感情特别好，我祝福你俩。”虽然男生做的听起来又搞笑又笨拙，但是你会发现他对那女孩的情绪多么的在意。对，老张，你琢磨琢磨是不是？他不总说我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嘛，我就不想让他这么说我就想我出去兼职吧，我就找了一个家教，然后我没想到他有一天他突然说我，你是不是在外边有事儿啊？他当家教，给他发消息呀不回，打电话也不接。你也知道我是家教，我就手机能24小时在手里吗？联系不上你就算了，你化什么妆啊？之前他在家从来不化妆。你去当家教了，天天化妆，打扮的花枝招展，我还联系不上他，我这他去干啥了？老师，我觉得他这就是故意找我事儿。你们来干嘛？我就还是希望就是他能改改吧，就是我说啥他也不听，我让他往北，非得往东往西，就是不往北。主要是但是你万一说的是错的呢？对，就是错的啊！我特别觉得异地恋，特别是
两个人彼此之间那种情感还不够浓的那种年轻人异地恋，我真的会担心坚持不下去。你们曾经被父母的话给拆散过，说明你们两个本身对之前那段爱情没有那么坚定，你们不是一个超级很自我的人，只管考虑自己，不考虑父母的感受。但是你们再次在一起是因为你们彼此还是相爱的，但是你们的爱还得听父母的。所以我特别担心异地会让你们两个人慢慢磨着磨着，最后那个感情就没了。我唯一对你们一个小小期望就是赶快结束异地吧。其实对于男生来讲，在哪儿工作都是工作，你毕竟才开始找工作，既然你们想要先保护你的爱情，先变同城吧，一起努力工作也好，把能力提升也好，然后真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等到你们两个稍微在一起过后，再去见父母，再去跟父母说，我觉得也许可能靠你们未来慢慢的成长能够打动父母，但是前期一定做好一件事情，就是有任何的困难不要去互相猜疑了，两个人共同面对，可能才能让你们的爱情能够稳定下来。你父母让你去相亲，后来怎么了？去了，然后他不是说嘛，他说，哎，没事儿，你以后你相亲我也陪你去。他确实是陪我去了，我以为他会陪我上去，就是跟那男的说这是我女朋友，我以为他表现的会这样，我没有想到他当时就说行，你上去吧，我在楼下等你。都是熟人家介绍来的，你爹妈就是为了因为不同意他，所以给你安排相亲，他要跟着你去了。你觉得他跟你爹妈的矛盾还可调和吗？我也没想那么多。对，你想想吧。所以他其实就是在独立性一件事情上没有服从你。我不能去你父亲的公司，对，我不能听你的安排，我不能要你那2万5。我要了你那2万5的话，这是你爸爸给你的钱。我现在跟你没结婚，我要了这2万5，这算怎么回事儿？如果他在独立性上他也服从了，他都从了，你觉得他还有意思吗？我其实看到他们我还蛮感动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一对真是互相在爱着。但是这个女孩我要跟你讲一下，因为你太自我了，你要替你的男朋友想一下，你要替你的父母想一下。其实你如果想让你的男朋友跟你的父母关系搞好了，不能是硬着来的。还有一个，你男朋友的所有的做法你都说跟你对着干，我们听了以后都觉得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是爱你的表现，他才会这么做，但是你就认为他跟你对着干。你一定要理解他的自尊心，他是一个大男人。这个男孩子我也要说你几句，女孩的苦心呢你也要理解。我觉得他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是可行，有什么不可行？你可以啊，你去他爸妈的公司啊，你给他挣到了1个亿，你给他挣到了1000万，这多好啊！你要用你的能力让他父母对你有一个改变，这是一种自信的方法，而不是要逃避，而不是要躲。你现在更多的都是在躲，你躲不掉的。你如果喜欢他、爱他，你想娶他，你就要面对这个问题，把它解决了。两个年轻人有爱，你们之间有爱是肯定的啊，但是在学生阶段，环境简单，相处的也相对没有太多的生活和社会的压力，你们就是自然相爱的。但是恕我直言，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这个道路是相对难的。这个难不是因为说女生家里条件好一点，男生家里条件不如他们家好，这种差别带来的不容易，而是你们各自的个性在面对你们这种现实状况下，你们的能力不足够去调和彼此。太高自尊就和一个比自己条件好的女生在一起会有很多的负担，所以对你来说，你找她其实给你增添了很多恋爱的难度。女生也一样，就是你条件比她好，这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由于你的成长，你的内心，你对于这个小伙子的那种他要的自尊，你是找不到那个点的。你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愉快的和你相处，你认为我是对你好，你不知好歹，其实你在伤害了他那个脆弱的小自尊，这不是你的错，但是行为就会伤到他，他就会很抗拒，你就觉得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啊？他不是跟你作对，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和他愉快相处的方法。所以我就说你们的恋爱是相对难的，那我们要不要挑战这个难度？要不要用我们成长的时光和岁月去把这个难度慢慢的降低？这是你们的功课要做。我是挺喜欢你们两个的，我也希望你们克服困难，真正的磨合在一起。
这个恋爱呢，就我喜欢这个恋爱的样子，但是这恋爱当中我特别不喜欢。啊，男生我挺喜欢的，我喜欢男生就是比较真嘛。这个岁数的男生就是很真嘛，我喜欢你，我掏心掏肺掏出一切嘛，但是我不喜欢你，就自己什么都没有，拿的全是别人的东西，然后用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作为炫耀。所以男生你应该是轻松无压力的，你看上的是他，对不对？他们家那钱其实不重要。就好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想清楚，人家有钱跟这个人真的有钱没钱1分钱关系都没有，所以在这个人格层面是平等的。女生现在没有人敢这么说你啊，对啊，你在家里就是这么任性妄为啊。我告诉你，你爸妈为什么给你相亲，他们自己的孩子几斤几两他们非常清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父母是把你看透了，从小娇生惯养，没有主见，不会识人，任性妄为，所以找一个人来帮着他们照顾你。你们俩不好，不是因为这个小伙子的家境不好，而是因为在你父母的心里你不够独立。所以男生也没有什么，就是他家有钱归他家有钱，平静下来，就是好好的去恋爱就行了。那小鹏老师那意见，我还觉得真的值得你们参考。男生啊，不要再异地了，不要再异地了，来嘛，就2个人好好的谈这段恋爱。把你爸妈忘掉，你们先开开心心的谈恋爱，好好磨合一下，把自己放下来，别老背着爸妈那光环，那你爸妈的跟你有啥关系啊？真的没关系。活到最后，你会发现，当时如果我爸妈没那么有钱，哎呦，那小子我就一辈子了。所以放下，不是咱的东西不要硬靠，是咱的东西他不会跑。小子，我跟你说，真的娶了她了。你说我不吃软饭，不吃都有人给你喂，因为爸妈是爱自己的女儿的，所以你们先学会自己独立，单独在一个环境里好好恋爱就好了，好吗？我们建议就是这样，好吗？谢谢你们，请坐啊。我们来看看下一对嘉宾遭遇了怎样的困惑。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张先生45岁，来自河北，采摘园老板；张女士42岁，来自河北，公司职员。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你们感情有什么问题？这段感情都是我在唱独角戏，他现在想把我甩了，我心里不平衡。现在只是考验观察期，我们2个并不是情侣关系。你们还想继续吗？当然想啊，只要他踏踏实实跟我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给他。继续做好大哥没问题，恋爱结婚的话不行。张女士是否定跟他是情侣关系是吧？是啊。张大哥认为这是你女朋友是吧？认识多久啊？1年多。在哪儿认识的？在我这采摘园里头。哦，您是采摘园的老板，可以这么说吧。然后呢，以一个什么方式就变成你女朋友了呢？他经常上我这采摘园采摘这个桃子来，带着孩子，这一来二去的我们都熟了。熟了之后呢，彼此之间感觉真的都不错，都加微信了。后来越聊越投缘，因为我也知道他是单身，我也是单身嘛，所以说我都大胆的向他表白了。他说给我1年的考察期，结果这1年我就向他表白了，他说一直把我当大哥。我感觉说了赔大的委屈。不是，人家说考察期，考察期在我的理解里就可以转正，也可以不录用嘛。对，那我输出太多了。我经常带他那个跟孩子出去玩去，带他们吃饭去，带他们旅游去，北戴河、秦皇岛、避暑山庄都去过了。我们2个根本就聊不到一起。我说东，他说西；我说南，他说北。我考虑的是我自己的工作。但是他考虑就是想跟我总联系，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呀？我上班3天2头都给我打电话。原来的时候我们特别好着，他总是说那个上我采摘园玩去，他1个星期他基本去一次，后边他也不去了。我都有点纳闷，怎么总也不来了呢？我也担心他，不是的，毕竟我心里头我特别喜欢他，爱他呀。有一次我是上他们家去，发现问题了，对我特别说是冷漠，甚至想驱赶我的意思，巴不得我快走了。他越是这样，我越不甘心，不是的。那天后儿子来了一个，说是他所说的是男同事，跟他说是带着他跟孩子上秦皇岛玩去。我都感觉他跟那男的肯定关系不正常。他这种行为，我都感觉是他脚踩2只船，他对这个感情不专一。您现在还不是他男朋友，您追他的时候许带他上避暑山庄，别人追他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去趟秦皇岛？
那我总带他出去玩去，另外一个男的走进他的世界，上他那儿，我肯定我心里不舒服啊。我这个男同事吧，都是男同事，人家有家庭，孩子上学的时候都跟我说了，妈妈，我要是考好了，你就带我上海边玩去中吧。我说要不咱们上秦皇岛吧。我说正好妈妈的一个同事舅舅，他是秦皇岛的家，我这个男同事他媳妇儿吧还想见见我们，都是跟我们一块儿聊聊天啥的。结果他都误会了。你说像他这样的人，我能跟他在一起呀？那是不能。那天我是有点冲动，我闹得他们也没去成。那天我都跟他们这么说的，我说呢。要不然你别上海边去了，你上我那泰来园你们玩去啊！那桃子熟了的，免费让你们吃，免费让你们能拿。完了之后，我再给你们那个做点好吃的，都是我国园的这个原生态的这些长的蔬菜。那我这是诚心的邀请他们呢。结果过了几天，他们真去了。结果他带了10多个人去了。他那个同事啊说，能不能给我带走点？吃完之后，我都给他们一人准备了5箱。他那个同事啊也客气的说了2句，他说呢你收点钱呗。那毕竟我收拾这桃园，我也不太容易，是吧？我也有成本核算。您是不是收钱了吧？别绕了。是留钱了，但是我摘的是最好的桃，是精品桃，我就留了点成本费，我没按市场价走。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他跟我同事要的钱。意思是他得跟您要钱是吗？我就问您，您是带着同事去采摘园是吧？是啊，他不是您男朋友对吧？对呀，那去采摘园拿东西该不该给钱？是该给钱啊，但是他一开始说了是免费，他是要对您免费，还是你所有来的人全免费？他说是全程免费，没说具体谁免费。不，我要是这男的，你就咬咬牙，你追人家来了，你就付了呗。你看这不是没追上吗？不，等会儿，有一个事儿，刚才我就想问，我得问一下，带着一家子去避暑山庄的时候，是您带着去的，谁掏的钱 ？AA 制。然后去其他的景点，谁掏的钱？也是 AA 制。看这种种积累在一起，知道为啥吗？明白了。哎，其实说白了就是男的邀请女方的同事去玩，想讨好女方，结果人女方肯定就认为是免费呗，叫了同事嘛，结果去了之后，男的又问同事收钱嘛，虽然是成本费没怎么收，但是女方就觉得，那你这不是我忽悠我同事嘛，也没面子，听懂了，等于人家也没拿你1分钱好处，对吧？没错啊，你追人家一起出去玩都是 AA 制的，对，那我觉得女生做的没什么问题。那件事之后，过了段时间，这个采摘园也是淡季了，家里面没啥大紧事儿，我就是在他家附近，我租了一套房子，为了说是更好的跟他们接触，帮他接送孩子，帮他说是那个做家务，在生活方面呢，我也方便照顾他们那俩嘛，我琢磨着。结果你说我对他们都是那么对他们，也感动不了他。他有时候居然在孩子面前还唱反面教材，说你不好好学习了，将来的就跟我一样似的，弄这个桃树园子，这是没啥出息。我从心里都感觉他都是瞧不起我。问几个问题吧，您这说的这么委屈，是他要求您把房子租住到他附近，还是您自己主动的？这我自己主动的。好，您主动。第二，您说要照顾人家你儿俩的生活，他们家的饭，您天天去给做吗？几乎都是说差不多少吧。我就想问一下张女士，你不接受这个人，怎么接受他在你们家天天做饭呢？对呀，我也没接受啊，我也没让他去呀。那他怎么能进到您家天天做饭的呢？还能给你接孩子？他是经常跟我一起去，他上我家，他敲门，我怕打扰邻居。那他孩子为什么是一起接送吗？所以女生是接受的是吧？我知道他们不容易。我没接受，我也不愿意他去。毕竟我和我儿子一起住，他去了别人也说我闲话，完了还在我们小区散播谣言，说他是我儿子后爸，还有在学校在门卫都说，弄得我们都没法在那住了。还有经常给他前妻去帮忙，还借他前妻钱，这事他都不告诉我，还是通过那个他们采摘园的员工说的。他前妻借钱关你什么事儿？对呀。还有，你如果不接受他，怎么能允许他和你并肩去接孩子呢？我不想让他去，你直接让他走呀，凶他走，叫保安他都可以不来的呀。是啊。您有没有觉得他骚扰了你正常的生活？他已经骚扰到我正常的生活了。那你们今天来是干嘛？对啊，你张先生来干嘛呀？我就是那个上这节目告诉他，以后别再找我，我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哦，
这不是很清楚吗？张先生，你来干嘛来了呀？我心里头都是特别委屈，我感觉。不是你委屈个啥嘛？我付出这1年的这个感情、精力、时间，如果你不接受，你感觉你对得起我的良心不？怎么对不起了？因为我这1年里我付出这么多，你愿意啊？我愿意。那你曾经你一开始你别接受似的，让我说这是我感情付出了收不回来了。一开始也不是我要你来租房的，是你愿意啊。我今天可以不愿意了吗？我有点不甘心。那这是他的权利吗？你甘不甘心是你的事儿。那他有他的权利是吧？我说这事儿他肯定有他的权利。小白姑娘，像不像你啊？有点像啊，只不过大叔极端一点啊。大叔没有你的表达能力好，大叔的表达能力好一点，这个事儿就翻转过来喽，对吧？有点吧。有点吧。特别是那个，我让你去我爹的企业，跟我给你家做饭了，是不是一个意思？我让你怎么着，都是一个意思。来，我想听听那个小伙子怎么看。太极端了，你想想，就是你女朋友现在开始拍你腿，你说她极端，不就等于说我极端吗？你女朋友直扒拉你，你留神啊，想好再说。那就不说了。好，不说了，可以不说。我觉得从你们俩身上，至少让我们再次证明一句话：有些时候过度的暧昧就是适得其反，反而反噬自己。对于女士来讲，不就是这样吗？你认为你是在给别人机会，你认为你跟他说得很清楚了。我给你考察1年，这1年过后，如果我觉得你行，我就把你转正；我如果觉得你不行，我就不把你转正。你是把这段恋爱当成了考察，所以老张会觉得很憋嘛，憋就憋在他认为，我认为我是男朋友，但其实我又不是男朋友。我想要认真的在对战关系当中，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做到认真，所以你们两个都在那个地方取舍纠结，才会导致现在的后果。但是我觉得对老张来讲，不合适的就是该放手，所以可能对于你来讲，过去你就是尝试了一下，我们尝试试看这个人是否适合自己，这个人的生活观念也好，消费观念也好，能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不在一起放手就好了，成年人干嘛那么纠结呢？所以该放的时候，我觉得就放，不要再去纠结我付出多少，有些时候付出就是您自己心甘情愿的。但是你占过我便宜，咱得说明白，我说来我采摘园摘，您真带10几口子去啊？老张为什么心里窝了口火？他不能这样啊，对吧？好多事咱别说明白了。所以真要说明白的话，老张冤得很啊。刚才为什么上来说不要再纠缠，继续纠缠下去，老张这边越来火越大，您这边越来越烦，咱这个岁数了，咱何必？这样以前的咱们说清楚，以后的咱们分清楚。下回做事儿，做之前一定是说清楚再做。您觉得呢？对呀，您觉得呢？其实我觉得他们俩特别简单，都是这个年龄的人了。其实我觉得你们更应该珍惜时间，珍惜时光。老张，我要跟你说2句话啊，就是说咱们都这把年纪了。生活呢就是这样。如果像你们这种关系这样相识的，不是说知根知底、青梅竹马的，刚开始的话，如果没有情感的交流，没有双方的那种爱，靠什么呢？就靠你的为人、你的处事儿。谈恋爱很正常，所有的事情舍了才能得。你如果说你下面再碰见一个女孩，你还像对这个女士这样，你还是到时候这儿也收钱，那儿也 AA 制，那儿也什么，我坚信你还成不了。听到现在，我心中涌现出一个词：遗憾。说真心话，我觉得您2位当初相识的时候是有基础的。一个特别实诚的大哥，自己有个园子，来了一位这个白白净净、身材高挑的女性，带着个可爱的孩子，心生好感。女士看到一个大哥朴实、热情，对自己、对孩子都有一种温暖的包容和照顾，他心里也是软的。2个柔软，当时心里都给了对方柔软的人碰在一起，怎么就走到今天呢？就2个愚笨之人。我这个词儿说出来真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40多岁的人了，自己也带个孩子，还希望自己儿子能出人头地，好好学习，是吧？将来能够有文化，不要像你们这可能由于受到文化的限制，没有更好的发展。为什么就不能用心去经营一下？
为什么就那么算计那点得失呢？我真的急呀，大哥！你说你这么喜欢一个女子，她又要面子，人家带着几个人来，你就咬咬牙，咱经济条件也不好，都为了赚钱啊！你把这桃的钱给付了，能咋的？他至少能看出你一份慷慨，看出你一份真诚。是我们再婚，大家都会去心中有笔账，但你老计较自己付出多少，能收回多少，这能谈成吗？女士，你也一样。一个能为了你追求你追到你家门口租个房子，天天上你们家做饭，帮你接孩子，好遇吗？这样的男的？我帮严老师说一句啊，大哥，你就比如说大姐说了，跟自己儿子说了，你可好好学习，你以后学习不好，跟你张叔似的。我要真喜欢这女的，我立刻就跟他儿子说，你妈说的对。我告诉你啊，你张叔我吃过什么亏，受过什么苦。所以这一点，你别怨你妈说话难听，你妈是为你好，你是要奔着做继父去的。你能在儿子面前否定亲妈吗？哼，这俩就是在空气当中弥漫着暧昧的味道，从未相爱过。没错。那你们谈什么呀？没碰撞过，对吧？有些人的人生是大算计，有些人的人生是小算计。你们这段情感基本就是被小算计害了，那边有算计大的呢。心胸很开阔呀，我们俩合伙做买卖，连怎么分钱咱都不说，到最后再扯起来，那才叫大糊涂账。老张，你们那工作室糊涂账大了去了啊！我们不需要永账，我们收的钱都是他的，对吧？说是那么说，不是还是您管吗？我就是个管理人，打工的，对吧？掌柜的，老板在这儿。说是这么说，所以就可怕的就可怕在这儿。对，所以我觉得。广电这个5G192这个广告语设计的特别好，叫让爱相连，就是我通过视音频我去沟通嘛，沟通才有可能让我们的关系相连。我觉得你们的沟通也不够，有误解。老张踏踏实实的这个种自己的桃园啊，邀请一下，来年桃子熟的时候，欢迎您再来，我收钱，我给您打折，这不就得了吗？话说清楚，想去再去，也不至于弄得那么就老死不相往来了。看出来了，有人今天是真会分，有人今天啊吵得很凶，还真分不了，对吧，娜姐？哎，这就是生活嘛。老张别那个了，没啥委屈的，我觉得你蛮幸福的。你这1年的时间，感受了一个重新追女人的那种热情，对，是不是挺幸福的？真的。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挺幸福的？行了，谢谢3位啊，回去好好想一想，好不好？然后再决定出来还是不出来。谢谢你们哈，来，请回，请回，谢谢，谢谢。好了，你们对于第一对儿这个做心理咨询的张老师和他的这个小娜女朋友的情感关系看好吗？你们觉得他们俩会出来吗？我严重不看好，但是我会觉得那个小娜会出来，因为她太糊涂了。太同意了。那么老张和小娜会出来吗？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这结局是对意料之中的。行，您送祝福吧。我无法真心祝福，我只能想让你们2个人都各自的未来能够对得起自己内心那个爱的感觉。如果说他讲道理特别讨厌的话，他又没完没了跟你讲道理，你又讲不过他的情况下，你就记着，有些时候干脆该嚷嚷就嚷嚷。讲道理讲不过你，我还不能蛮不讲理吗？我觉得你们俩真的要真诚。你只要做了真诚，结果才会是真诚。这个恋爱关系中啊，越激烈的越难分开。但是我希望当你们迟早会回归平静，平静之后还能在一起，那才是真的爱。让我们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
哎，第二对是大家都想出来的，是吧？年轻，年轻的朋友，对吧？会出来吗？应该大概率会出来，是吧？这对年轻的小朋友出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呢？请开门。来吧，周老师送祝福。这不就给父母官宣了吗？我就是在想这个事儿呢。啊，对啊，所以希望你们两个人在同城过后，真的能好好在一起。再也没有相亲了。经历了我们的节目，相信你们更加成熟了。祝你们幸福，谢谢加油老师，谢谢。慢慢相处，好好相爱。来天津吧，啊，先解决异地再说。祝你们开心，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给你爸发个微信，对不对？说某年某月某一天，请观看《爱情保卫战》，有惊喜给你爸。会通知你爸妈看吗？看节目吗？应该会吧。应该会哈。行，祝你们快乐，好吗？祝你们幸福。谢谢两老师，位，请回，请回。哎，你们说老张他们会出来吗？还说不定真有可能。对你这么说，我脑补了一下，因为最后那个女士她是那种。对，娇羞的有点微笑的因为咱们拦了那个女士一番，就女士在说，你看他跟他前妻，他要不在乎，他怎么扯前妻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关键最后走的时候，那个女士要等老张，她在等老张，还赶紧过来。不会吧？诸多的疑点，这在最后等了一下，让我们对结果充满了期待。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这么一说，你别说，我还期待起来了呢。老张他们会出来吗？请开门。木油啊！啊，他们这段不行了，没有。其实真的，如果在第一对和第三对之间说开门谁出来，如果一定这两个要选一个的话，我宁肯是第三对。第三对没错啊，有点遗憾的。因为第一对，我觉得张老师他们这个恋爱谈的太冷静了，张老师没再谈一场恋爱给人的感觉，他像是进行一场那个心理咨询的一个大型的自我测试，你知道吧？把自己也当成一个受测者，把自己的爱的人或爱他的人也当成了一个受测者。总而言之，我们就祝所有心里有爱的朋友能够得到你们想要的幸福。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